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今天兜兜为大家讲一下唐三昊天锤最不可思议的3个魂环。之所以说最不可思议，是因为这3个魂环是同一种魂兽，而且是唐三同时打败3个强大的魂兽，并且一次性吸收它们。可以说，这在魂师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这只有作者知道了。唐三在大明二明献祭之后，成功的进入到了封号斗罗的级别。复活完小舞的他，急需将昊天锤的魂环加上。他去到星斗大森林猎杀魂兽，获得昊天锤的第5魂环之后，还需要再给昊天锤补充3个魂环，他就可以回到大海中去猎杀深海魔鲸王。唐三打算去星斗大森林中心处击败大明二明，却发现星斗大森林中心的位置已经被3只魂兽占领了。这3只魂兽便是在魂兽森林中非常容易遇见的千钧蚁。这3只千钧蚁身长都在3米左右，它们的头顶有着2大4小、散发着幽绿色光芒的眼睛。大师曾经说过，千钧蚁是一种生命力十分顽强的魂兽，身体防御能力出众，抗打击能力极强，并且力量奇大无比，有着远超身体比例的力量。但作为魂兽，千钧蚁自身并没有什么魂技，因为防御能力强，所以其他魂兽并不愿意费力破开它们的防御再吃掉它们。这也导致在魂兽森林中千钧蚁的数量众多。其实千钧蚁和唐三为觉醒血脉的蓝银草比较像，数量众多，实力却不足。在这之前，唐三所知道的最高修为的千钧蚁是一只3万多年身长1米左右的千钧蚁王。这个千钧蚁王是泰坦的第8魂环，3万多年修为的千钧蚁王才只有1米左右，而在唐三面前的这3只千钧蚁全都在3米左右，这说明他们全都在9万年的修为左右，甚至可能离10万年级别已经不远了，可以称之为千钧蚁皇。千钧蚁想要成长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在千钧蚁族群中，蚁后才是发号施令的，但蚁后并没有攻击能力。当蚁后发现族群中的兵蚁修为强大时，就会派遣其他兵蚁将它毁灭。而这3兄弟在被毁灭之前侥幸逃过一劫，之后心怀报复，将蚁后杀死吃掉。吃掉蚁后身体的他们发现自己的修为大增，从那之后，他们便在星斗大森林到处霍霍其他族群的千钧蚁后。修为大增的他们早在之前就打过星斗大森林湖中心的主意，只是他们3个打不过大明和二明，还被赶出了星斗大森林。大明二明死之后，他们感知不到这2个曾经森林霸主的存在，又悄悄地回到了这里，并将湖中心霸占着。而唐三看着这3只9万年修为的千钧蚁皇，并没有退缩，他想要看看自己的实力到了什么程度。唐三一上来就直接将蓝银领域释放，并且提升到森罗万象境界。蓝银皇朝3只千钧蚁皇缠绕，面对唐三这试探性的攻击，千钧蚁皇并没有任何动作。在蓝银皇缠上他们的时候，3只千钧蚁皇同时外翻，将唐三拉得向前移动了10几米远。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唐三不算上他自身以及魂力产生的重量，仅仅是他手持的海神三叉戟就重达108000斤。这3只千钧蚁皇以往对付敌人用这一招屡试不爽，在唐三身上吃了瘪，马上不信邪的继续拉扯。他们巨大的拉扯力让唐三感觉到了疼痛，他略一计算，发现这3只千钧蚁皇每只的极限力量能够达到10万斤，3只加起来就是30万斤。而眼前这3只千钧蚁皇此时使出来的力量加起来至少有20万斤。这时候唐三将从二明身上获得的左臂魂骨技能重力作用控制在海神三叉戟上，108000斤的海神三叉戟立刻变成了108万斤。对唐三而言，海神三叉戟不过是从108斤变成了1008斤而已。千钧蚁皇无法拉动唐三，便隐藏气息躲了起来。唐三故意露出破绽，让他们发动攻击。3只千钧蚁皇从不同方向朝唐三撞了过去。唐三利用海神三叉戟躲开了2只千钧蚁皇的撞击，剩余1个千钧蚁皇朝唐三的背部撞过去。当千钧蚁皇撞上八蛛毛的时候，唐三也终于确认了自己对八蛛毛进化的猜测。他猜测自己的八蛛毛很有可能踏进了传说中的那个境界。这时候的唐三已经验证了自己的想法，便想尽快结束战斗。八蛛毛的吞噬金丝一出，3只9万年的千钧蚁皇在八蛛毛的吞噬下很快就没了。唐三的运气真的特别好，
换成其他的魂兽，他不可能这么轻松的就获胜，因为八蛛矛是从人面魔蛛身上爆出来的，而人面魔蛛正是昆虫类魂兽的天敌。这3只千钧蚁皇的修为的确很高，但此时的八蛛矛已经进化成了神级魂骨，散发出来的气息就相当于是神级的人面魔蛛，被压制的死死的千钧蚁皇只能慢慢的被八蛛矛吞噬而亡。但当唐三准备吸收这3个魂环之时，却出现了意外的状况。唐三原本打算1个时辰内吸收完魂环，但在向1只千钧蚁皇召唤的时候，却是3道化为黑中透红的魂环朝昊天锤而来。之所以会是3个，是因为唐三此时已经拥有14个魂环，自身对于魂环的吸扯力极大，再加上他的昊天锤又修炼了霸道的大须弥锤，在昊天锤的霸气影响之下，这3兄弟尸体又离得非常近，所以都朝昊天锤飞了过来。面对这3个魂环，唐三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放弃这3个魂环，另一个则是同时吸收这3个魂环。面对这3个非常适合昊天锤的魂环，再加上唐三觉得如果放弃他们，再去寻找3个5万年以上的魂兽太耽误时间，而且八蛛矛对千钧蚁皇全面压制，又有海神三叉戟在一旁，加上唐三修炼了大须弥锤之后变得越加霸气，他便决定拼一把，同时吸收这3个魂环。当这3个魂环同时套上昊天锤的时候，黑色的昊天锤在庞大的能量冲击下通体变得火红，昊天锤的其他5个魂环也都亮了起来，守护着昊天锤本体。加上杀神领域强横的杀气，让这3个魂环带来的能量融入到唐三体内。昊天锤能够承受，但此时经脉血肉已经提升到了半神境界的唐三，还是没能一下子降服这股能量。这个时候，有着超强信念的唐三突然领悟了大须弥锤的真谛，一旦发动，那么就只有一种信念：胜利。面对千钧蚁皇3兄弟所化魂环能量带来的强横冲击，唐三直接催动自己全部力量正面撞了上去。沉浸在大须弥锤状态中的唐三以自己的身体为战场，正面与这股能量对战。唐三想起了曾经大师问他认为武魂是什么，当时还不到7岁的唐三回答大师说，武魂是另一种形态存在的自身。大师告诉唐三，本体与武魂就像是双生子，本体为主导，修炼武魂与本体共同成长。武魂有自己的灵魂，只是我们感觉不到。当武魂完全接受你的时候，得到他的认可，才能发挥出他真正的力量。此时的唐三内心充满了狂霸之气，激发了昊天锤的武魂之心，得到了他的认可。唐三感觉自己全部的力量就是一柄在体内使用了大须弥锤的昊天锤。大须弥锤疯狂的攻击让这股能量被昊天锤吞噬，强行同化，最终被打怕了的能量主动迎合了上来，将自己融合到了唐三的能量之中。到这里，唐三已经成功吸收了这3个原本是9万年异变成了10万年的魂环。这次吸收让唐三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虽然吸收完之后他马上又陷入了与新晋天使神的战斗之中，但不得不说一次吸收3个魂环真的太牛逼了。好了，这期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下期豆豆打算盘点一下唐三的八蛛矛进化过程，小伙伴们有想看的内容也可以下方留言告诉豆豆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